如果你想买，你大概有好多？那我才200-300万。哎呀，那估计不是，那够不好，那够不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的队伍啊还比较庞大，带着师傅还有个小哥，我们继续来到湘西的大山里面，给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房屋。那在我的身后啊，我们是发现了一栋木房子，隔河相望，对面呢就是保定县县城的城郊位置。其实啊，这栋房子距离县城是非常近的，只能步行啊，将近也就1000多米吧，可以走到县城。这边是交通不便，就是说车子呢开不到院子。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木房子，目前好像看起来是有位老大爷在那边住。非常好奇为什么住在这样的地方呢？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我们就是沿着河边的这条小路走进来的，而且这边的路面都没有做硬化。好在这个老人家呢，把两边的这个灌木丛还有杂草都清理的比较干净。然后我身后的位置啊，就是保定县县城。这是一条小河，流下去的话就是幽水河了。这边的河水啊还是很清澈的。据当地人说啊，这边小河里面鱼类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。已经快走到院子了，这边有一座院门，很简单，就用一些水泥砖搭建起来，做了一道房门，然后上面盖了一点点瓦。平时把这个大门锁上，外人啊是没办法进来的。哇，进来之后啊，瞬间就感觉开阔了许多。感觉整个山头都是他们家的。这边有些菜地，迫不及待想进去看一下了，有那种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了。门前的位置开荒了很多地，种了一些油菜。然后呢，房子是依山傍水，对面的房子都是楼房啊，建的都还不错吧。那边是一条马路啊，可以通车的。然后啊，师傅他们已经走过去了。看，这老人家很勤快，地里面种了很多蔬菜。我们这边老百姓啊，都喜欢种油菜，然后收割了之后，自己拉到城里面去炼出菜籽油，吃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一些食品。房子就在前方了。门口的位置好多韭菜，这个啊都是非常好的菜，可惜啊，这个主人家好像不爱吃。要是在我们家门前，我给他浇点水，长得比较好，没时间又可以来割，拿回去炒鸡蛋，特别好吃。我在想，下雨天路上都是泥巴，可能就不好走了。哇，这个地方很不错啊！看房子，先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，然后镜头慢慢的去看啊。在门口的位置修了一处鱼塘，在这底下呢都是他们家的地，种的有油菜树，还有蔬菜。对面呢就是进城的道路，修的都是砖房，视野是特别开阔啊。然后这边啊，一眼还可以看到县城呢。那边啊是有座桥的，我们就是沿着镜头前方的这条小路一路走进来的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啊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整个房子啊看起来非常的简陋，但是这样的房子啊住起来是挺舒服的，冬暖夏凉。现在是这个老人家在这边住，看挺勤快的。我们过去仔细看一下，他那边路走不通哦。大概估计就是红石岭那个那路的。红石岭啊，走嘛。
我担心我这多了，他一般用起。强牛最多，你要是有人肯租，你肯租没呢？有人肯租啊，租的人多哎，有人都租的人多啊。哎，说明了好多人是喜欢这样的环境哦。搞直播的。搞直播的啊？哦。都是租了，租人多，我们暂时没答应。暂时没答应。有人竞争是最好的。有人竞争，你价格好得高点嘛。价格这个我没想过租。卖也可以哦。卖那个要呢？要是有人买，你肯定卖没呢？我卖他说一下嘛，我都10多亩地啊。哦，这个全部是你的地。那个冷港都是他的地，不是他屋啊。也许有人出的资。他那个他出去。像这个你大概，如果你想卖，你大概要好多？那个才200-300万。哎呀，那个就不行，那搞不好。那搞不好。那个价格合理，确实有人会要。价格合理，确实有人会要。你10多亩了，你晓得？10多亩，你只要通的路进来也有可能，但是你没通路。就能被那个冷港起。啊。主要是没通路，车子进不来。他反正他干了，他那里有河。也有河哦。流河，他都是红滩淹没的。哦。红滩淹没的水。他因为干了这个河底下得有水。你这个有10多亩地。那有10多亩的。10多亩啊。刚刚和这个老大爷我们聊了会儿天，了解了一下他们家的房前屋后，总共的土地面积啊，将近有10多亩。说了个价格，我是吓了一跳，他说要200-300万，哇，我想怎么这么贵啊？哪买得起？毕竟这里离县城啊很近，但是呢交通不便，车子是没办法开进来的。他这个价格呢还不松口。那我们既然来了，还是要看一下这栋房子大概的一个情况。这边都是以前修建的房屋，纯实木结构的。房子的进深呢，将近有7到8米左右。然后中间是堂屋的位置，全部都是铺上了实木的地板。然后这边啊就是一个该檐，住的呢都是在1楼，2楼是堆放杂物的。然后那边呢有个厨房，我们可以走进来看一下。整个堂屋啊将近有16-17个平方左右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房间，基本上看得出啊，这个老人家应该是很少在这边居住，因为房间里面呢没什么家具，而且这些柜子啊都显得很旧，破破烂烂的，应该是现在啊住到城里面去了，所以房子可能是处于一个半闲置的状态，偶尔呢回来。然后这边的位置啊是有木梯，可以爬到2楼，今天我们就不爬上去了。这边啊还有一个房间，走过来再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地板踩在上面嘎吱嘎吱的在响。这是一个卧室，然后这个床啊是比较古老的，看很有年代感，上面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雕花，有些装饰挺有特点的，这也是土家族的房子。然后从这个房间过来，这边还有一处偏房，看这个呢也可以作为房间的。那他们家的厨房应该是在背后了。这个位置啊，看钓鱼很方便，老大爷呢这是他的工具哦，平时闲暇之余到河里面去钓鱼。然后这边还有些网，再过来就是他们家的厨房了，哇，挺宽。然后这边呢是旱厕的位置，我们就不过去了。这里修了一个小小的鱼池，里面呢现在看了一下是没有水，旁边啊是有一片竹林的。然后这边的偏房位置，背后可利用的地方还比较宽啊。然后这里呢也是堆放了很多杂物，这是一个杂物间，然后也可以做厨房。看这里有一口大灶，然后这里啊熏了很多腊肉，年关将近了，你看熏这个腊肉啊黢黑的，但是大家看着这么黑啊，实际上它吃起来是特别好吃的。然后木房子背后的这个杂物间啊还挺宽的，目视一下将近有70-80个平方左右呢。然后中间是用一根抬梁给它抬起来的，也没有完全的给它封闭成
单个的小房间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啊是可以好好的给它利用出来，做一个开放的区域。当然这栋房子租的话好像租金也是特别贵的，因为刚才我和他聊过这个问题，他说暂时不太想租，如果租的话价格也会很贵，估计1年的价格也是到1-2万左右啊。买下来的话估计更不可能了，200多万300万。好了，我们还是走出去看一下。从这个杂物间走过来，这边是可以绕到院子的。这底下的鱼塘啊，这个时候水好像也是干枯了，但是看到里面还有鱼啊，游来游去的。看这里的风景挺好的吧？坐在院坝就可以看到宝鸡县的县城。哇，看到门前的这条河，人的感觉都瞬间的舒畅了许多，太舒服了，这样的一个环境。看来啊，回到农村来养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想要找到一个理想的院子，不花点钱，还是真的很难。就像这个院子，我第一眼过来我就看中了，但是了解了这个价格之后啊，不敢想象。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换作是你愿意找到这样的一处地方，花上这么多去来到农村养老吗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